参謀長宮殿です。将軍の穴見将軍より、敵軍の爆風山からの襲撃に備えよ。また同時に速度を上げ戦闘部隊から離れるなと。阿南将軍も敵を買いかぶりすぎだ。侵攻開始以来、我が軍の猛攻に敵は戦々恐々、逃げ出す間もない。奇襲なんてとんでもない。穴見将軍は我が軍に全速前進、離脱を防げとのことです。第六師団は我が11軍の子飼いだろう。彼らを信じてるよ。自分さえ守れば人の助けなど必要ないさ。また我々はもう3日3晩も休んでおらず、今夜くらいゆっくりさせてもらおう。英気を養い、夜明けから全速前進だ。しかし万が一敵を側撃あったら。杞憂ってものだ。大きな戦は一方的で、もし敵の反抗がなければ陛下の勇士たちの戦にかける士気が下がる。心配なのは敵との決戦がないこと。攻めてくるっていうのなら願ってもないことだよ。相手してやろう。从篝火的数量上看，人数应该不少。以我们和58军2个军发起冲锋，虽然有胜算，也会杀敌1000，自损800。集中我们所有的山炮，对准这些篝火堆，给我猛轰这些王八羔子，轰他个损兵折将，我们再发起冲锋。将軍殿、重慶軍の砲撃に遭ってます。慌てるな。大部分は洞窟内で鳴らしているだけ。すぐに集合して撤退。敵の砲火に注意だ。はい、将軍殿。報告します。左翼へ大規模な襲撃が。どれほどだ。不明ですが少なくないです。はい。すぐ神田将軍に連絡。敵の阻害に遭っており、我が軍への加勢を一気に敵を潰す。攻撃準備。はい。突击兵，到。向师部汇报，是。说我们已经到了飘峰山脚下。是。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峰山制高点以后，再向师部汇报。是。一营到。从左边上。是。二营到。从右边上。是。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出发。都给我提高警戒。
走火了，找死吧你！怎么这么静啊？团长，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啊？这么大个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王源，到。团长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查一下。是。1班、2班，跟我上。是。注意隐蔽！全隐蔽！報告大佐殿、敵の包囲が完了したようです。愚かな奴らめ。第六師団が包囲した墓場とも気づかないでな。誰一人生きては返さん。大佐殿、では攻撃開始しますか。いや、もっと引きつけろ。报告师部，我们遭到鬼子伏击。是，弟兄们，准备战斗。我打！你再说一遍。第10军李玉堂报告，其先头部队的一个团遭到日军伏击，损失过半。这不可能啊！哼，这个薛长官，自从第2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军座的意思是，飘峰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10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军座说的有道理。飘峰山，薛长官，对不起了，属直辖不能从命了。报告军座。你们2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峰山？
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御史师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峰山。若有闪失，我朱爷提头来见。你讲不讲道理啊？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谢军座。师长官，吕唐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王兀觉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是。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为什么？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所有火力，用火力覆盖。就让我们部队上吧！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190师了，我们第10师358团的任务怎么就成你们的任务了？这是上级的命令。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住手！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让我撤了。将軍殿、まさか中国軍にこう申されるとは無能でした。自分は腹を切ってお詫びします。佐藤よ、兵福さんが落とされた責任は貴様にはない。おびき寄せのせいだ。わかりません。あれほど重要な戦略的要害をなぜ一個大隊程度に攻めさせた？分かってたんだ。貴様の兵力では第10軍の一個師団の突撃を抑えられるのは。わしは火力支援すらしなかっただろう。負けさせるつもりだったのだ。
諸君、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漂浮山を使った戦略だ。まるで磁石のようにこの要害を使って第10軍2万の兵をこの地へ吸い寄せ、それを包囲して潰す。忘れてならんのは、相手は哲学ということ。もし漂浮山の陣を堅守し敵の撃退を続けたら、第10軍はすぐさま撤退するだろう。それでは第10軍を壊滅する絶好の機会を逃してしまう。理解しました。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薛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彭主任，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薛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是。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彭主任，你就别墨迹了。谁？机奥室主任柯丽娟。你有什么证据吗？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从哪儿弄来的？这里吗？就那儿，就那个门上。您看，就这个。这能说明什么？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站住！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你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小张，彭主任，把门打开，进去看看。是。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柯主任，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月。快走走。小婉，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啊，没有，没事儿。那我先出去了，柯主任。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没有直接的证据。报告，进来。薛长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谁？机要室主任柯丽娟。立刻逮捕他。是。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机行事了。看见柯主任了吗？柯主任在厕所里。
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好，快走。哎，柯主任，你被捕了，带走。奇怪，军座，怎么了？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鸽子图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还交代什么了？因为陈明运跟她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她并不知情。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见您一面。见我？是啊。带他来。是。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是。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不用了，柯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10军2万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别说了，两码事。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不行，柯丽娟，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
拉出去执行吧。是。陈明运怎么处理？全省搜捕。哎，等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啊，蒋干道书。王元武根据我的命令，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10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由于敌军掌握了我们的密码，我不能再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李玉堂只能使孤军作战了。第10军2万多将士，现在陷于2倍于我的第6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玉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第10军全军覆没，那么整个战局自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回总，已经2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立即接通薛伯龄电话。是。麻烦接通第9战区司令部，要快。什么？回总，电话打不通。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怎么能打不通呢？直辖马上派人抢修。喂，喂，喂，重庆的电话还是接不通。这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薛长官，我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好，第10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是吗？为什么？因为薛长官您的变阵，你已经命令74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6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10军捞出来。第10军的转机在于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2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2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3个军
就会对第6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对，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再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10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有道理。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3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对。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10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報告、調査特務と中野特攻部より第9戦区司令部の座標であります。これだけでは不十分です。夜間の作戦行動、失敗は許されません。中尾隊は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す。よし。これで作戦準備は整いましたね。学業から飛び立った航空機はどれほどで調査へ到達しますか？50分程度です。程度とは何ですか？正確な時間をお答えなさい。はい、失礼しました。すぐに航空隊に確認してまいります。司令官殿、飛行隊に確認をしたところ、正確には48分です。こういった作戦はいささか卑怯な気もしますが、大東亜の共栄圏実現のためにはいかなる手段も正義であります。飛行航空隊へ命令せよ。出撃は1級1丸。はい。中野特部隊へは航空隊の到達3分前、つまり1級55に標発よう命じなさい。はい。报告中佐，松机关副电，计划已经启动，命令特工队7点55分准时点火。没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还不知道柯立娟是否收到我留给他的指令，更不知道他是否从敌人的司令部里撤出来。那又怎么样？如果在确定柯立娟脱离目标之前就行动，我们将损失一位刚刚为皇军提供过重要情报的功臣。那当这位所谓的功臣脱离敌人司令部之后，还有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利用的价值吗？可我们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儿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女人，而取消最高司令部筹谋已久的计划吗？可是，明月小姐，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义的。不，我刚刚策反成功，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对他承诺过。从现在开始只有48分钟时间，稍有差错，
我们将前功尽弃。可这也关系到我们一位谍报人员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任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放弃。你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行动！把他给我看好了。有结果了吗？处长，无法破译。这些数据有点像地图坐标的参数。参数是炮兵的坐标参数。这个我也说不太准。好，我马上报告薛长官。接着破译。是。陈明运留给柯丽娟的这张画，显然是一项通知柯丽娟立即撤离的指令。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撤离柯丽娟，究竟是为什么呢？彭主任，彭主任，薛长官有请。好。彭主任，有什么事吗？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可是，彭主任，有话就快说。可是我现在无法确认呢。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敌人要对司令部下狠手。什么意思？会战一开始，我就知道敌人在长沙派了一支特工队，可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现在把柯丽娟撤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那就很清楚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你是说，阿南危机会用一支小小的特工队来偷袭我司令部？几十个人的特工队，当然对司令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薛长官，我觉得司令部的威胁应该来自空中啊。阿南危机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完全有可能。薛长官，司令部必须马上转移。就凭这一个推测，我就得转移我的司令部？我觉得彭主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报告，进来。薛长官，10分钟之前，沉寂了几天的迪特电台又重新恢复了发报，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的电文。破译了吗？无法破译。无法破译，你来干什么？虽然无法破译内容，但是根据电文中的一个准确数据，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什么？如果判断准确的话，这很可能是敌人用来向炮兵部队和飞机轰炸提供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参数。他们的目标是哪儿？还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有可能就是咱们司令部。又是一个推断。这不是推断，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薛长官，你不能再犹豫了，赶快下命令撤走司令部吧。好，李云泽，你的推断我们知道了。是。哎呀，薛长官，你们着什么急？我心里有数。你也坐。
3人一组，2个人警戒，1个人点火。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尽量靠近目标。记住，点火时间是7点55分，前后差距不能超过1分钟。现在开始对表。7点25，好了吗？好了，好了，走。既然咱们知道敌人能破译咱们的密码，为什么咱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反制敌人？说得好，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力挽狂澜，整个扭转不利的局面。我们能再靠近点吗？再靠近我们就暴露了。为了帝国的胜利，死不足惜。我们死了，谁来为飞机直译？我认为这个计划的要点在于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时机是明天上午10点。为什么是明天10点？我们第26军、第49军会在中午以前到达。在他们到达之前半小时，我们把真真假假的情报发出去。这2个军到达以后，马上会和74军一起，就会对敌第6师团的侧背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够充分证实我们情报的真实性。阿南危机就不能辨别咱们其他情报的真伪，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指挥上的一些致命漏洞，反败为胜。好啊，来，把水搅浑，然后啊，浑水摸鱼。怎么了？这叫话糙理不糙。哎，我们以前的游击战就是这么打的。我告诉你们，就这一招，肯定让阿南维基手忙脚乱。薛长官，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只有确保司令部的绝对安全，你才能踏踏实实指挥嘛。对啊。报告，进来。报告长官，刚才我们的巡逻队在司令部附近击毙3个可疑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这是中野特工队的部队番号。看来日寇要袭击司令部这个推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司令部周围发现特工，这说明他们轰炸司令部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薛长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您肩上所背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重任。而且此次会战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的轰炸机炸了司令部，这意味着什么呀？彭主任，说那么大堆废话，什么意思？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儿挨日本人的炮弹，那是脑子有病。差不多了，参谋长，命令大家转移。好。司令部，马上转移。是。你也一起走。行，那我先走了。好。关团长，司令部周围有敌人的特工队，准备发信号，引导敌机轰炸咱们司令部。长官放心，我马上带人消灭他们。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拉网搜索，事倍功半。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隐蔽起来，等到他们发信号暴露自己的时候，再一举出击，歼灭他们。明白。司令官殿、報告によりますと、飛行部隊はすでにベキラ湖を通過。8分後には目標に到達をする予定です。もうすぐ
行軍作戦の歴史にまた功績が刻まれるでしょう。戦争とは偉人を作ると同時に卑怯者をも作るものです。进来了，集好点火。是。薛岳的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你们都不懂，就得这么传。侦探小说都这么写的。刘慧，啊？过来，过来，过来。叫我呢？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了？怎么了，主任？把眼镜摘下来。怎么了？把眼镜摘下来。哦。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哎，我跟踪陈明运去了。你跟踪陈明运？啊。我看是陈明运跟踪你吧。怎么会呢，主任？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那是小说，这是真实的。要是暴露了呢，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许这么穿了，听见没有？哦，知道了，主任。去吧去吧去吧。哎，主任，我们是不是该抓捕陈明运了呀？还不到时候。我们要留着他钓大鱼。大鱼？刘奎啊，组织上考虑呢，你和陈明运都是记者，有相互接触的可能。并且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他对你的怀疑，接近他，甚至你可以带着他获得我方的重要情报。这步棋非常的重要啊！是，我知道了，主任。你得好好的改改你这粗心的毛病，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考验，明白吗？我知道了，主任。去吧。那我走了。
师座，各师报告，敌人第一波轰炸，御师师第3师伤亡惨重。好消息是，我们也击落了2架敌人的飞机。现在还没有到做战斗总结的时候。190师怎么样？奇怪的是，敌人似乎没有对飘风山高地发起轰炸。没轰炸？这是敌人的阴谋。小鬼子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想让我军从飘风山方向向外突围，而小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埋伏在飘风山的山口，等着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围方向选在南面。问题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无法确定突围方向。命令各师，在没有确定突围方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保持阵型。命令：45予備連隊、第6連隊は直ちに戦闘開始。南北を支援せよ。昼前に敵を殲滅させよ。薛长官，这是刚刚收到的。这边。现在就看第10军能否坚持到第26军、第79军的到来了。以第10军的意志力和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我想应该能扛一阵儿。是啊，李玉堂这个老东西，一向就不是吃素的。对。報告。午前3時後に第9戦区司令部の無線が沈黙。いかなる情報も得ていません。この度の空襲が成功したのだ。ふん。哲学も織田仏か連絡などそれどころじゃないであろう。前線の戦況は？は、各部隊の報告です。第40師団、第3師団はそれぞれ27集団軍、30集団軍の4団の集団を受け、丸2日交戦するもいまだ膠着状態。第6師団はすでに第10軍を家内にて包囲。ですが予想以上に10軍の火力は強く、2時間の激戦でも敵の防衛をいまだ突破しておりません。ですが神田師団長は昼前に10軍の全滅を保証。また早淵師団は両党カボイを突破し、調査にあと一歩です。第3および第40師団は直ちに戦線を離脱し、全軍プリンホ方面へ迅速に進軍せよ。第6師団は必ず正午までに金井での戦闘を終え、全速で春華山方面へ進軍。敵主力第74軍を捕捉せよ。次に調査です。今の調査は支那人にとってはすでに単なる都市ではなく、旗印のような意味合い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西沖を調査に掲げさえすれば、重慶政府の抗戦意識も一気に失せるはず。さらに第9戦区司令部が破壊された今、
調査も防御を要しなくなっています。命令を下す。早淵地隊は一気に調査へ入場。明日正午をもって西沖を小政府広場へと掲げよう。調査へ行け！前進！还当日寇，是他妈的刀枪不入的呢，也是他妈的不禁打的。弟兄们，我们的口号：现在就地在！迎击！军座，敌人在飘风山口布下重兵，就料到我们会从飘风山口突围。咱们来个出其不意，选择大高岭方向突围。我们暂时还不能做突围的动作。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突围，我们整个军就要被包饺子了。如果我们匆忙突围，必定会给小鬼子留出破绽和缺口，那样我们的部队就会被小鬼子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就算是能突围一部分，也比全军覆没的强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忘了，我们的火力并不比敌人差。军长，敌人是在不断的增兵，而我们是在快速减员。坚持，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长官司令部一定会派人营救我们的。一郎、分隊を率い山奥を石膏せよ。10カウントを追う。はい、行くぞ。第13連隊、23連隊は直ちに兵庫山を進行。必ず1時間以内に大日本皇軍の軍旗を山上にはためかせるのだ。敵の軍部を発見しました。どうだ？ここより3里ほど行った村の中です。よし、今はここだ。太陽を二分し攻撃する。銃声が合図だ。はいはい、行くぞ。
带一个营去保护军部。是。命令2营不右翼阻击敌人。是。弟兄们，这口战绩，绝不放过敌人！漂浮山高地丢了，副师长，这我，朱师长，身负重伤。都是我。报告！怎么了，参谋长？林州发现鬼子，多少人？还不清楚。特务兵掩护军部往南面撤离。撤退！撤退！快撤退！快撤退！保护机长，快！吹嘘你们是5比1吗？就今天1比1，看谁站到最后。启动电台，发布作战命令。是。命令第26军交至楚部，从高唐岭。命令第79军下处中部，自普塘镇。命令74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井方向运动，于10时30分对敌第6师团侧背发起攻击。命令李玉堂部顺势反攻，与上述3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围歼敌第6师团。命令战编第7师王作华部、暂编第8师张军松部、预备第11师叶佩高部、暂编第6师赵继平部立即退入长沙城内，根据既设防御阵地，对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务必全歼来犯之敌。命令第32军快速运动到汨罗江一线布防，北阻敌第3师团、敌40师团南进，南防敌第6师团、敌枣园支队北撤。命令第65军快速向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集结，与第27集团军、第30集团军配合，对敌第3师团、第40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不用等待命令，立刻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务求全歼。可是第32军、第65军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薛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录，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执行。是。融入成败，在此一举。苍天保佑。司令官殿、松木官は第9空司令部の通信を傍受解読しました。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第9戦区司令部は空中で破壊したはず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か？司令部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が、哲学はまだ生きており、立て直しの模様。先ほど作戦部隊にいくつか指令を送ったようです。どんな指令ですか？報告、調査特務から報告です。空襲失敗、敵司令部は小隊へと移動。さらに何です？中尾隊が作戦中空襲により全員玉砕。下がりなさい。木下参謀長。はい。哲学の電報の内容、どう思いますか？哲学が一度に5軍を動かし調査船に増援したことは我が軍に大きな脅威であります。将軍殿、思うに交代すべきかと。偽装です。偽装？哲学の電報によると、調査には4個軍が今も置かれています。だとしたらなぜ司令部を正太に移す必要がありますか？偽装に違いありません。つまり哲学は偽の軍令を発したと？哲学は虚勢を張っているだけです。そうして我が軍の調査攻撃を防ご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空上の刑をやるつもりですか？もし情報通りに調査にこれほどの兵力を増援したら、それではおそらく我が軍は挟み撃ちに遭います。そのような大部隊が天から降ってくるような夢物語を私は信じません。哲学のこの動きは我が第6師団を撤退させ、第10軍を全滅の危機から救うためです。哲学も策がつきたいのですね。命令を下す。作戦通り敵を一掃積極的に南下せよ。明日正午までに日照旗を調査の空へ掲げるのです。はい。这个时候，薛伯灵来这么一手，只能说明第9战区已经陷入绝境，长沙危矣。没错，我看未必。薛伯灵这个时候抛出这么一个真真假假的指令，或许他是想把水搞浑，打乱阿南危机的作战部署。他的这出空城计要是唱好了，长沙之战还有转机啊！阿南危机是那么容易上当的？如果他已经识破此计，依然按原定计划打，薛伯灵还能保证长沙不失吗？薛伯灵这个时候和阿南危机玩这种小把戏，只能是自取其辱。行了，这种风凉话就不用再说了。当务之急是如何化解长沙之危局。没错，薛伯灵既然遗失湘潭，那他是不是准备放弃长沙呢？不，长沙绝不能放弃。长沙会战之前，
我是主动提出过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正在加速形成。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在关注着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发展。今天的长沙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是受世界瞩目的标杆。这个时候，如果长沙沦陷，必将会挫伤国际社会对我中华民国的信心。长沙绝不能失。绝不能失。命令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立即对宜昌发动猛烈攻击，围魏救赵，策应长沙。根据薛长官的电报，再过半小时，援军就到了。你真是头猪啊！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怎么讲？还没明白？薛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是在吓唬敌人。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薛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小鬼子，下是下不走的。我们第10军要想不被全歼，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可是，飘风山已经失守，我们无路可退。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突围出去。就是突围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那也是泰山军的种子。命令各师，10点半准时行动，
向大高岭方向杀开血路，乘胜突围。是。看来靠我们一个师阻挡不了鬼子过河，怎么办？小心！薛长官不是下令4个师在城里？球！要是有4个师在城里，他司令部干嘛要撤到湘潭去？薛长官是没有想到鬼子会一竿子插进长沙城，所以根本没有布置城防。现在的长沙城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可是师座，那按原先的部署，应该是第10军和第74军会防的。可现在这2个王牌军恐怕是一铺子过河了。那我们怎么办？薛长官的命令不是让我们移去城防工事和鬼子巷战吗？这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让鬼子进城的打算了。我们立即撤进城去，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以营、连为作战单位，和鬼子巷战。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就只能弃城了。隊長殿、調査まであと5キロです。分かった、下がれ。下長、敵は逃げたようですね。直ちに入城し、御旗を掲げ、一番乗りを果たしましょう。いや、節約は強い相手だ。調査が意味するものを知っている。と、そう簡単に明け渡さん。むしろ何か仕掛けているな。迂闊なことはできない。穴見自然に報告。防領防衛の最後、両陽港をすでに突破。現在城外に待機。後続部隊を待つ。随時入城可能。好。等待。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阿南危机会上当吗？不会。不会上当你下这种命令。他只要坐实了我在金井一线的调动属实，他就不敢把我的指令当成是对空下令了。明白了。只要是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就不敢一味冒进。现在就得看26军、79军能不能准时赶到预定地点了。26军、79军来接应咱们了，速电告军部。报告军长，御师师来电，援军已到。太好了，参谋长有命令御师师、109师和第3师配合援军消灭鬼子。そんなバカな、そんなはず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は事実です。家内方面が確かに援軍だったとしても、節学の軍令が全て本当だったと思いません。現在は真偽を判断しづらい状況にあります。判断を誤れば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早淵地帯はどこまで進んでいますか？情報では早淵地帯は調査郊外で兵を休め司令を、
待っています。何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す。すぐに調査を攻撃させなさい。将軍。どうしました？報告では、調査市内に節学は4つの師団を配置。家内の軍もいくつか合流し、調査の守備に当たっている模様。早淵司祭はすでに孤立していますから、この上、市内戦となれば、全滅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またしてもあと一歩のところで退局しろというのですか？いや、占領できないまでも日章旗を小政府の建物に掲げ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か分かりますか？我が軍が重慶政府に対し厳重な警告を発したことになるのです。さらには支那軍と民衆へも精神的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す。早淵隊に速やかに調査へ入場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はい。神聖な使命だ。いいな松岡。大日本帝国の御旗を調査のてっぺんに掲げてくれ。頼んだぞ。はっ。老伴儿啊，我去做一件咱们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老爷子，鬼子都上来了，怎么还不走啊你？赶快走吧！大家快撤！快撤！快！老爷子，赶快走！快走啊！快！马来，我公道。
头，我可以不杀你，但是请你把我们带到省政府大楼。你们来了，那省政府大楼根本就没人办公了，你们上那儿干嘛去？我们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上面。好啊，那插得那么高，都看得见是吧？好，好，好，我带你们去。走。将軍殿、入場し30分は経ちますが、城内は交戦の様子なしです。敵軍は逃げたのでしょう。部隊に命令、これより入場する。はっはっ。走。营长，鬼子来了！不好，有老乡！营长，他好像是湖南商会的张会长。他是有意把鬼子引入我们的地雷阵。哎，怎么不走了？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是哪儿啊？炸呀！国军弟兄们，怎么不炸呀？狗娘养的！